教练，马上到。我遗憾宣布，李浩然右手骨折，左肩肌腱撕裂，无法出战。冯教练，龙国拳击，我只看得上李浩然，他不在了，75公斤级，你们不如直接弃权算了。山田先生，请把嘴放干净。我祖父叫山田重光，昭和13年跟着部队进了龙国。他回国以后跟我说过一句话：龙国人只会跪着，就是软骨头。你拿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拼命，是下跪。80年前他踩着你们的人站起来，今天我站在这里也是一样。3天后擂台上，你们还有人敢站上来吗？3天，龙国队的擂台上一定会站着一个人。废狗，还手啊！每次来就看着挨揍，钱都白压了。废物！差不多了。滚回去吧，废狗！以后别来了，打假拳的玩意儿，退钱！钱找龙坤拿，别烦我。你不是废狗。你是谁？你刚才在台上闪了他47拳，有36拳差不到2厘米。你的脚从头到尾没离开过原地1步，最后那一下你自己停的，你根本不是躲不开。我叫冯远征，国家队总教练。你来错地方了。李浩然昨晚被人废了，75公斤级，龙国队没人了，我需要你。我10年前药检阳性，已经被永久禁赛了。有人在送检前换了你的样本，换样本的人叫方海，你当年的陪练，临死前跟人招的。我的价目表：假拳5万，站着输加2万，真打10万。你把拳头收了10年了，收到自己都快忘了怎么出拳了吧？冯教练，说完了吗？江烈，5万2万，你刚才差点闪开他那一拳。我女儿下周化疗，你女儿关我屁事。怎么，不服气？想打我？来，朝这儿打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我让你女儿这辈子的药都吃不上。3万，我给。国家队教练，跑地下拳馆替一条狗出头。老东西，你要替他出头是吧？哼，2个人一起打。有事冲我来。我58了，还没退呢。5万。江烈，你敢出这个门儿，我让你在黔州活不下去！爸爸，爸爸，你又打架了？没，撞门上了。骗人！赢了还是输了？赢了，这次真赢了。冯教练，你怎么找来的？送给你，你爸爸打拳很厉害。我知道，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。小何的情况，我找主治医生谈了，骨髓移植走自费高分一配型，加上手术康复，60到80万。医生说，最多还能等半年。我在体育系统干了30年，
豁出这张老脸去求人。条件是我上擂台。对，你为什么要找一个10年没打过正式比赛的人？胃癌，3年，一辈子带出过17个全国冠军，没带出过1个世界级。我见过的好笛子太多了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在台上那47次闪避，能练到那种程度的，我这辈子只见过你一个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山田龙也的祖父山田重光，你祖父江铁柱那场保卫战没能回来，山田说龙国人只会跪着。你女儿的命在倒计时，我需要一个世界拳王。我不信你们那一套，也不信什么为国争光，但我女儿觉得我是英雄。条件就一个，你帮我找到小何的配型，不管我赢不赢。成交。集合。蒋烈，顶替李浩然，75公斤级。教练，他是谁？打过几场正式比赛？国内排名多少？7胜21负，没排名。冯教练，我不服，让他跟我打，碰到我算他赢。那个，跳到最快。还用打吗？散了，继续训练。我说回之前的话，342次，我数了，那不是人能练出来的，不是练出来的，逼出来的。你有个在等你的女儿，你也能。再跑2公里，再加5公里。4个，一起上。4个打1个，一拳都没摸着。江烈，尿检阳性，开除国家队。小何，爸爸打了10年的假拳，这一次，爸爸要全力以赴打一次真的。3026年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杯男子75公斤级半决赛，首先登场，樱花国队山田龙也，他的对手龙国队替补出战江烈。江烈？谁呀？没听过。这人10年前因为兴奋素被禁赛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开什么玩笑，让一个禁赛的来打世界杯？你就是龙国队最后的底牌。江烈，你10年前全国锦标赛决赛尿检牙项，终生禁赛。你知道我们樱花国怎么对付嗑药的拳手吗？永久除名，连名字都不许再提。你们龙国队可以啊，禁赛的人拉回来打世界杯，是实在找不到人了，还是你们觉得嗑药不算事儿？这也太丢人了。10年前嗑药，10年后打假拳，7胜21负，你这种货色也配站在这擂台上？准！出拳啊！出拳！你他妈连打都不敢打，
上来丢人现眼吗？教练，打他，出拳！整整3分钟，一拳不出，你在干什么？他在用左手试探，真正的杀招是右手后手重拳，还没出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了很快，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快，但他有一个毛病。什么？他觉得他赢定了。就这样。裁判，犯规！他用膝盖，他用膝盖。能继续吗？江哥，看新闻，山田那边发声明了，点名要跟你打复仇战，还放话，你要是不接，就咬死咱们龙国队嗑药，把成绩搅黄。小何今天精神挺好的，刚有个姓龙的先生来看他，说是您朋友，放下个果篮就走了。姓龙的？对，40多岁，胖胖的。从明天开始，除了我和冯教练，任何人都不准放进来。怎么了？那人谁啊？龙坤，以前打黑拳时的老板，这10年都是他给我排比赛，躺一场5万。现在我站起来了，他急了，派人去医院，就是敲打我，他知道我闺女在哪儿。小何的配型结果，3个供者最快下周出高分辨。冯教练，龙坤今天让人去医院看小何了。我知道，明天开始病房加保安。你现在是龙国队的人，擂台上你只管打，擂台下我替你兜着。龙坤要掐着你，山田想要踩着你上位，但你记着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你的后盾。山田我接了，赢了他，以前的账全清。至于龙坤，打完再说。那就往死里打，你负责赢，小何交给我。江哥，今天状态不对啊，这是往死里抡啊！爸爸，我又画了王峥叔叔。这回画对了。那肯定，这个是你，冯爷爷，我还有王峥叔叔，咱们4个。这届世界杯打完，打算带小何去哪儿？回家，天天守着他，然后教他打拳，先学站姿。那我教他后手直拳，等他出院了，我带他吃遍整个黔州。你今天魂不守舍的。想小何画的那4个人呢？以前只有3个，现在把你加上了。等他出院，咱们轮班教他。强哥，医院门口，龙坤的人，我的腿断了，你别管我，好好打，要赢。
江先生，刚有人打给骨髓库，把您女儿的配型叫停了，您得赶紧来趟医院。俩人骑摩托撞的，撞完停了一下，骑车的撂了句：“坤哥问你考虑好没？别答应他，你要是点头了，我这腿算白折了。你好好打。冯教练说的对，只要你在台上赢，台下那些杂碎就不敢乱来。”兄弟腿折了，挺疼的吧？你闺女的配型我也顺手掐了，下一个我想轮到谁呢？那个老不死的教练怎么样？哈哈哈哈！比赛输给山田，一切照旧；不输，给你来个消消乐，懂吗？节奏全乱了，心里装事儿了。龙坤又来电话了，说第一个是王峥另一条腿，第二个是小何，下一个是您。怕了？怕。他每说一个字，我都在想，万一这孙子真干了呢？我赌不起。这种把戏我见多了，你别慌，照常打。你要赢才能有曝光度，你站在公众面前，那层光辉才能保住我们所有人。如果输了，我们事后才会被收拾彻底。你懂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全网挑战赛，龙国队江烈对阵樱花国队山田龙也。该上场了。怎么了？叫队医。不用。伤我兄弟，掐我闺女配型，现在换我眼药水伤我视力，让我视线受阻。他就是想让我怕，让我自己退，让我站不到擂台上。我不退。10年前我不敢，现在我敢了。冯教练胃癌晚期，站在场边给我按秒表。王峥腿断了，躺在急诊室，第一句话是别答应他。小何马上要手术了，画了4个人，说出院了让我天天陪他。你们信我能赢，那我就赢给你们看。我要赢。只有赢了，才能护住身边所有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全网挑战赛，龙国队江烈对阵樱花国队山田龙也。他眼睛怎么搞的？教练一只眼快睁不开了，这还怎么打？上回说龙国人只会跪着，今天你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准备！拉开距离，别贴！他出后手重拳之前，蹬地那下脚后跟会擦地，声音不一样。眼睛看不清，用耳朵听，别找拳，听方向，听声闪避。就这个节奏，听声打！别让他绕，堵他！他在等，等你急，等你漏。
你赢了，但你们龙国人最大的坎是你们自己人。江烈先生，江烈先生，我叫陈峰。关于你赛前眼睛被人动手脚的事，我有东西想给你看。这个人我在其他案子里见过，龙坤的人，不止你。过去10年，至少3个拳手在大赛前出过类似意外，所有案子都指向同一家公司——鹏程体育。你刚才说鹏程体育？冯教练知道这家公司？董成鹏的公司。董成鹏，10年前国家队最大赞助商中州体育用品公司老板，94年奥运会赞助商是他拿下的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龙国拳击的恩人。你当年拿了全国冠军，他想签你，代言费他抽70%，10年长约。你不签第3天，周建国就带人抽你尿检，样本编号被换，阳性，永久禁赛。不止我一个人，前后5个，签了的顺风顺水，不签的药检出事，最惨一个直接退役，现在在工地扛水泥。这个周建国现在在哪儿？拳协纪律委员会副书长，10年了，他还在那个位置上。爸爸，你又上电视了，护士阿姨给我看的。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我，爸爸赢了。今天有没有不舒服？有一点点，但是不疼。江先生，上周有人打电话到医院要求撤回配型同意书，我们按规定暂停了复核流程。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小何还能等多久？医生说，最好2个月内。江烈，小何的配型我让人叫停了，你女儿能不能等到供者，我说了算。董成鹏的事儿你碰一下，他就多等1年。你在明处，他在病房里，你自己算。龙坤，你最好祈祷他没事。江烈同志，听证对抗赛是纪律审查的必要环节。3天后，对手已经定好了。孙彪，国内俱乐部选手，成绩一般，但他有一个特点。哇，这一下肘击直接开了。他最近3场，场场见血，全在搂抱时下手，裁判一回没抓着，阴狠的很。这不是检验对手，这是龙坤派来卸零件的。他打不过你，但他能在搂抱时废了你眼睛、肋骨。周建国用程序正当名义塞进来一个打手，程序上挑不出毛病，纪律委员会有权指定，一个字儿都挑不出。那我就把他打。
我让人查了周建国，他在黔东新区有2套房，一套老婆名下，一套小舅子名下。他小舅子雷豪开了一家体育用品代理公司，鹏程体育的黔州总代理。这不是收黑钱，这是股东。周建国从一开始就是董成鹏的人。还有这个，林素华，董成鹏当年的秘书，2017年辞职，搬到秦南一个小县城。如果他知道当年内幕，对抗赛打完，去找他。江哥，稿子我写好了。10年前7个人的经历，周建国的签字记录，董成鹏的合同编号，全在里头。但我发之前得问你一句，这篇稿发出去就是公开叫板，全协纪律委员会、鹏程体育全都会反过来咬你。发，你确定？我等了10年，不差这几天。但冯教练10年等不了，小何也等不了。那明天对抗赛打完，不论输赢，我当面裁你。你把10年的事儿一句一句说给我。小子，你这眼睛还能看清我的拳头吗？能。准备。3次，全在裁判盲区，这孙子练过的。他搂抱之前会先收右脚，那个动作一出来，你立刻后撤，别给他贴上的机会。1 2 3 1 2 3 8。冯教练，去医院。不急，你不去，我扛你去。行，顺便做个体检。陈峰的稿子发了，周建国刚被记者堵在拳协门口，热搜10年前药检悬案，同一人经手，5个拳手被废，舆论起来了。现在压力在拳协那边。冯教练，您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，胃部病灶在扩大，必须住院。多久？至少2个月，3期治疗。江烈，你过来。里面记着我这些年查到的5个人、时间、经办人，还有周建国每一次签字的文件编号。我留了10年的东西，都是铁证。现在该你了。江铁柱之孙江烈，2016年全国冠军，药检阳性，但我冯远征以30年职业操守担保，他是被陷害的。林素华，董成鹏的秘书，我找到他地址了，黔南县老街138号。明天一早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腿还没好，我主管也比你一个人去强，万一龙坤的人也在找他。江烈，稿子发出去之后，周建国刚提交对你新举报，说你2016年原始血样疑似存在违规保存，他要求复检你当年备份样本，但备份样本在拳协档案室。备份样本还在？在，但只有2周保存期，2周后他们就可以按规定销毁。他们想把证据烧了。2016年，冯教练存的。他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来取。
这是直接证据，证明当年复检已经是阴性，但周建国对外公布的还是阳性。现在去找林素华。你们是谁？我叫江烈，10年前被董成鹏和周建国换了尿检样本。冯远征教练让我来找你。进来吧。我等了10年，等有人来找我。林姐，你受苦了。董成鹏和周建国的每一笔往来，我都留了底。银行转账记录、合同复印件、周建国签收顾问费的收据。你们说的5个人不止，是7个。我辞职那天，董成鹏让人砸了我的车，说如果我敢往外说1个字，我儿子学校、我丈夫单位全都有他的人，所以我躲了10年。你儿子现在？去年出了国，不在黔州了。我现在没有软肋了。明天我要把所有东西公布出去，开发布会，你来也行，不来这些文件也够了。我要去，这一刻，我等了10年。王正，带他走后巷，快！强烈，肌肉组织撕裂，缝了7针，1个月内不能剧烈运动。我明天有个发布会。明天我跟着去。10年了，该说的我1个字儿都不落。你又挂彩了？没事儿，缝了几针。林素华找到了，证据全了。明天开发布会。当初带你来，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你不信这个系统。现在呢？现在想试一次。这个跟了我25年，现在归你了。明天你去发布会，我在这儿听收音机。去吧，别停。10年前第1份，最后一份是上个月，跨度整10年。羁绊人全是周建国，签收的顾问费一共这个数。明天发布会的名字我想好了，是吗？被偷走的10年。10年前，我被扣上药检阳性的帽子，永久禁赛。10年里，我在黔州地下拳馆打假拳，躺一场5万，站着输加2万。今天我叫大家来，不是说我的事儿，是说7个运动员的事儿。10年里，他们被同一个人、同一套流程废掉了运动生涯。7份药检阳性报告，经办人签名了全是周建国，银行转账记录，收款方雷豪，周建国小舅子，付款方恒成体育，冯远征手写的5页笔记，每一页记录一个运动员的名字、时间、被废的过程。这些是冯教练用10年收集的证据。他现在在医院，没办法来，但他的东西在这儿。我叫陈刚，10年前69公斤拒签董成鹏合同，第2年药检阳性，我从全国第3变成搬砖工人。这里不止我一个。75公斤级赵平，81公斤级钱远。我叫林素华，2007到2017年鹏城体育董事长秘书。董成鹏和周建国每笔交易都经我手，转账、签收、分账，我留了10年底，今天全交出来。省体育局纪检委，周建国上午已被暂停职务，请配合后续调查。哪位是江烈？龙坤涉嫌故意伤害、胁迫、妨碍医疗秩序案件，请跟我们做笔录。
冯教练，你听见了吗？拳协撤销姜丽终生禁赛，周建国停职，董成鹏被传唤。冯教练，您今天气色好多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总局通知，周建国移交纪委，董成鹏公司查封，龙坤被带走，你的眼、我的腿、小何配型全算他头上。拳协私下找我们7个禁赛记录可能撤销，不是可能，是必须。姜烈同志，拳协正式撤销你2016年禁赛处罚，恢复龙国拳击队队员资格，同时向你及所有受不公对待运动员正式道歉。这份道歉我替他们7个一起接了，但后面还有，他们每个人名字都要和我写在同一份撤销公告上。已经在办了。姜先生，小何配型复核通过，之前搁置申请作废，新供者下周可安排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爸爸高兴。爸爸，你看，下周做完手术，爸爸天天陪你。教练，禁赛撤销了，7个全在走流序。当初跟医师碰你，你说打假拳的，我一看你手就知道，真打一辈子拳的人手是骗不了人的。教练，好好养，等你能站起来了，我带你去看世界杯。好。后手收的时候肘往里扣，你重心还偏左。拆了石膏就好了。医生说再过2周拆石膏，下届世界杯69公斤级我报名了。两面起。对，两面起。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冯爷爷，这个是小何，这个是王叔叔、陈叔叔。爸爸，冯爷爷什么时候能好？快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能下床了。那等他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酸汤鱼，黔州最好吃的那家在小十字。好，爸爸请客。这记者写的还行，就是把我写太惨了，我还没死呢。教练，有个东西给你看。陈森，我认识他，2017年被废最年轻的那个。禁赛后去澳大利亚10年没回，想不到他也在打。当年我们都不认识，现在我们都是拳王了。姜烈，10年前你在雨里走出这个门，我没能叫住你，10年后你自己走回来了。以后没有人会逼你出拳，每一拳是你自己的。第一回合就 KO 了对手，陈森真是太厉害了。擂台上见。姜烈，你是本届年纪最大的选手，面对澳洲不败新星陈森，你觉得你能撑几个回合？姜师兄，听说国内给你平反了。平了，但10年的空寂期，靠情怀补不回来。我在澳洲码头搬了3年货，打黑拳3年，每一场都真打。你在国内地下拳馆是打假拳的，我们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走吧，擂台上说话。哼。爸爸加油！我和冯爷爷在看电视呢。陈森的录像我反复看了，高频刺拳，距离控制极好，但他前3回合消耗大，跟当年打山田一样，你得撑过前3回合。明白，教练。男子75公斤级淘汰赛，龙国老将姜烈对阵澳洲不败新星陈森。
你的防守习惯，我10年前就背熟了。江哥，别被他带进节奏，拉开距离。他在针对你，他太熟悉咱们国家队的步伐了，跟当年你打山田一样，他把你的肌肉记忆算死了。他这些年是真打，我没话说，但数据算不出本能。既然他算准了国家队队员姜烈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地下拳骨的野狗。什么姿势？数据算得出本能吗？好小子，把地下拳馆的求生本能和国家队的底子融在一起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实战。KO。你的数据很完美，但擂台上打拳的是活生生的人。师兄，我输了，你比10年前更强，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就堂堂正正打回去，别忘了你的根。野路子进8强，简直职业拳击的耻辱！半决赛3回合砸碎你！那个人你认识？杰克，龙坤的人，打断我腿的那个，他换了国籍，被史密斯团队雇的当陪练。你怕他？对。怕。你拆石膏那天打沙袋第1拳就歪了，现在是第几拳了？不记得了。那就继续打，打到不记得他为止。江先生，你的体重申报存在误差，下午2点重新称重，超过75公斤就取消资格。我们来澳洲第1天就称过了，现在离2点不到2小时，你让他去哪儿减？这是规定，你可以选择退赛。还有多久？1小时45分钟。准备称。江哥，你已经脱水快2公斤了，再拖下去，下午怎么打安东？这是史密斯团队在搞鬼。我不能在这里退赛。通过。脱水太严重，你现在力量只有平时1半。第1回合游走，千万别拼拳。没有体力就不用体力，用他的力量打他自己。就是现在。别碰我右手。严重错位，软组织严重挫伤，出于医疗安全规定，不能允许你参加半决赛。听到了吗，老家伙？带着你残废的爪子滚回龙国吧。王峥，帮我。掰，这是命令。江哥，硬掰会2次撕裂的。数到3。回去告诉史密斯，哪怕只剩1只手，我也能把他的牙敲下来。教练，江哥的右手拇指脱臼刚复位，明天半决赛打史密斯。
史密斯是个打脏拳的，注意裁判盲区。他喜欢在搂抱的时候用头。哟，腿接好了，能走了。王峥，进来。一只手的废物。那是头锤，他犯规，你瞎了吗？裁判，你收了多少？中国人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们欺负咱们的人。没上，没上！听见了吗？几千个人说你瞎。裁判被买通了，你右手不能发力，点数已经落后太多了。怎么了？冯教练，高烧，肺部感染，进了 ICU。他踩我的脚，是因为他怕我的步伐，怕就是弱点。这他妈是什么怪物？教练，教练！别停！给我躺下！电话。决赛对手出来了，罗德里格斯，古巴天才，从出道到现在，从来没在擂台上被重拳挤动过头部。我看过他录像，步伐太快了，像跳舞一样。半决赛那个对手全场出了200多拳，一拳都没碰到他脸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总能碰到，还没想好怎么碰。冯教练刚才来电话了，高烧退了，感染控制住了，明天他能看直播。他说让你别分心。他原话是什么？原话是告诉姜烈，我在电视前面看着，别给我丢人。右手还不能发力，能握拳了，发力还不行，明天得靠左手撑前几回合。那就左手，你打史密斯的时候就靠一只手。罗德里格兹不是史密斯，他更快，得先挨一阵儿，找到他的节奏再说。你每次说先挨一阵儿，我听着都瘆得慌。不挨够，找不到缝。报了吗？报了，下个月。教练让我跟你说，台上别想太多，你越想怎么打，他越能预测。那就靠本能。你的拳头里带着太多规矩。来，第2回合。左肩三角肌，每次出迎击拳之前，左肩先沉。
让开。江哥，还有30秒，撑住！就这一拳了。 One, two, three, KO。江哥，你做到了世界冠军！我们是冠军！听见没有？世界冠军！ 上肩膀冲向远方，遇见上皮波尔的声音是生命的解放。王爷爷，你写了什么？冠军，你爸爸是冠军。我爸爸是冠军。我爸爸是冠军。无惧一切阻挡，燃烧生命的光，直到最后一刻喊出无悔的誓言。 瘦了，你也瘦了。李浩然当年没坐上去的那个位置，你坐稳了，坐稳了。好地方，跟我当年刚起步的时候差不多。亚当斯，世界统一战，心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打罗德里格斯那天晚上教的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你说过的两面旗。对手是谁？还没公布。如果分到捷克，你打不打？半年前腿被打断的时候，我躺在病床上想，我完了。拆石膏那天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事儿根本没过去。每次看到那条疤，我还是那个躺在床上发抖的人。 我得自己站起来一次，那就站起来。打！江烈，你的右手在省力。 别省，打透他。王峥，你后脚蹬地力量不够，重心偏了，稳住底盘。听说师兄没钱请陪练，我带了几个扛揍的兄弟过来，自费。江，打败我的人绝对不能输给别人，我来揍你。你是陈森，2017年那批被搞掉的选手里最年轻的，回来就好。来吧，先揍我，用力揍。亚当斯臂展极其恐怖。 最可怕的是他不讲理的抗击打能力，师兄，你跨级别去打他，体格上的劣势实在太大了，那就更需要你了。车轮战，中间不许停，一直打到我爬不起来为止。江哥，你刚才这一拳的磅数已经超过重量及格标准线了。去拉斯维加斯，你要面对的不仅是他的重拳，还有他那张嘴。那就连人带嘴一起砸烂。哟，当年的瘸子，
你的腿接好了吗？今天我再断他一次。哈哈哈哈！废物，你这辈子都是个站不稳的残废。他得自己过这一关，别人帮不了。躲瘸子！老子不躲了，来！去死吧，人渣！1、2。江哥，我站起来了！呼啸，我在梦里奔跑，脚下的草皮写满誓言与骄傲，汗水滴落像火焰，点燃心中力量，每一次倒下都让下一步更坚强。球场上的阴影是昨日的迷茫，阳光洒过肩膀，照亮未来方向。每一次传球都牵动梦想的重量，拼尽全力的瞬间，让心跳飞扬。亚当斯先生，你预计几个回合能终结僵裂？取决于我想在台上玩多久。龙国拳击就像他们的体格一样，又软又脆。明天我会把它打回贫民窟的地下室去。Riley， 护好你的下巴，它很脆。爸爸，把那个坏大个子打飞！好，爸爸答应你。挠痒痒。别换，别跟他换，你换不过他。知道了。走起来，绕他，别停，往左走，他右边慢。他手太重了，擦着都疼。疼也得走，别站桩，站桩就没了。没事，皮外伤，别管血，继续绕。1，起来，江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你能行！别数那么快，你慢点儿。他出拳之前，左肩先动，每次都是先动肩膀再出拳。吓死我了，还能打吗？能，我看清他了。看清什么了？他出拳之前肩膀先动，动完再出拳，中间有空档。教练，你听见没？他看出来了，他要翻盘。该我了。就是那里，他左边慢了，继续打。下一拳打肋骨，他右拳抬不起来了。还能扛几拳？最多再扛2轮，他体能见底了。拨茧抽丝，江哥在拆解他的发力系统。冯爷爷，爸爸为什么一直在？他在拆他的对手，不是用拳打，是找关键。你爸爸在打一场很聪明的仗，还剩3轮，扛得住的。结束了。踮起踏步向晨光，蝴蝶如战鼓敲响，绿天上汗水像心跳像雷鸣。
是啊，爸爸把最高的那座山踏平了。球场上的阴影是昨日的迷茫，阳光洒过肩膀，照亮未来方向。每一次传球都牵动梦想的重量，拼尽全力的瞬间，让心跳飞扬。不惧流血的痛，把理想扛上肩。江哥，4条啊！我看了新闻，全满贯。你也赢了，2面旗。2面旗，我这次站在擂台上的时候，右腿不抖了，这辈子第一次，一点都不抖了。你毕业了。4条。当初我把你从地下拳馆的铁笼里带出来，是为了让你知道，你这条命不只值那5万块。像不像当年我刚来的时候？像。不一样的是，当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现在有你。字太丑了，跟狗爬一样，重写。这里没有媒体流量，没有网红包装，只有每天流不完的臭汗和断不完的骨头。吃不了苦的现在滚！大门没关。东郊厂房的用地性质变命申请，街道办压着呢。只要把远征青训挂靠到我们名下，用地的事就好办。挂靠鹏程的子公司，就是把远征青训营变成你们的东西。做梦！不领情，过几天就不是用地的问题。消防、税务、办学资质，总有一样卡阻你。陈峰，帮我查查徐彪在前周还跟谁有关系。后手收拳的时候，你的右肘还是不自觉地往外偏了半寸，容易留破绽。我再练100组。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大哥哥一样学打拳？练拳很苦的，会流血会受伤，你真的想学？想，我觉得爸爸最帅的时候就是站在擂台上不退步的时候。他想学你就教，他身上流着姓姜的血，骨子里就带着这股劲儿。记住，膝盖永远不要完全锁死，膝盖保持微弯。出拳时，脚后跟先蹬地。江哥，这么晚叫我们什么事儿？进去说。董成鹏进去后，他有个副手叫徐彪，前一阵放出来了。徐彪当年管鹏培体育门店的，他现在盯上咱们的拳馆了。东郊厂房那块地，他找人卡用地性质，要我挂靠到鹏程的子公司下面。那不是等于把拳馆交出去？没同意，但他手里有关系，光靠我一个人拖不过他。江哥，你就直说吧，要我们干什么？徐彪能在东郊卡我，说明体育系统里还有他的人，要把他彻底摁住，得让上面看到鹏程体育的残余势力还没清干净。你的意思是，当年你们的药检报告、合同、收据，林素华留了底，现在拿出来再报一次，实名举报徐彪和他手里的几家子公司。上次发布会我站出来是因为不想再躲了，这次更没什么好躲的。我也去，能帮拳馆一把，算我的，算我一个。当年是你把我们叫到发布会上，让我们觉得这辈子不窝囊。现在你有事儿，我们不能看着。陈峰那边有媒体渠道，材料他来整理，你们3个准备好实名举报。
没人能让你跪下。教练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让小兽记训练数据。他字写的怎么样？比我写的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材料整理好了，药检报告、转账记录、周建国签字收据，每份都复印了，附带徐彪子公司的工商信息。咱们3个人实名举报，媒体那边陈峰已经联系好了。这么多人，怎么回事？老刘，上次你帮我查徐彪，现在我们有东西给你看。我叫陈刚，10年前被废的69公斤级选手，这是当年的药检阳性报告，这是鹏程体育子公司的工商信息，实际控制人是徐彪。我叫赵平，75公斤级，这是我的材料。钱远，81公斤级，徐彪卡远征青训用地性质的举报信，用词格式跟当年董成鹏运作的套路一模一样。董成鹏的事儿，总局已经定性了，但如果鹏鹏体育的旧部还在外面搞事儿，那就是另一个案子了。徐彪这种人不清理干净，以后还有第2个拳馆被卡，第2个拳手被废。材料留我这儿，我现在给总局纪检组打电话，你们准备接受问询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媒体那边稿子排好了，今天下午发。那就发。教练，我把金牌拿回来了，没给您丢人。两面旗，两面旗，这是你流血流汗换回来的，好好收着，将来把它传给下一个。爸爸，这个叫我们的拳馆，像吗？像，画得真好，但还差一个人。这个是10年前刚来地下拳馆的爸爸。以前是爸爸在前面打坏人，保护我，现在我也长大了，我也在练拳了。在想事情。当年你要是没带我走，我现在会在哪儿？会在擂台上。我60岁没退下来，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能找到你。别坐着了，上去，给我打一组看看退步没。你刚才打到第12拳，右肘还是习惯性的偏了半寸。我知道，我教了你整整10年，你把小周带在身边教了几年？2年多一点。他比你当年学步法的时候学得快，你比你爷爷，他当年打的是另一种拳，他在战壕里打，你在围绳里打，都是挺直了脊梁骨站着打，没什么区别。教练，你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30年把大被子耗在拳台边，没带出一个世界拳王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只有一件，就是你被查出药检阳性禁赛那天，我没能狠下心把你拦在拳协大门里，就那么眼睁睁看着你走进了雨里，一走就是整整10年。教练，你如果当年强行拦住我，我可能就废了。你不拦我，让我在烂泥里滚了10年，我才能自己走回来。你要是拦了我，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擂台上了。
对，你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回来的，这才是最要紧的。江烈，你要接班了，我教你最后一件事，不是每一个练拳的拳手最后都能挂着金腰带，但每一个拳手都能做到咬着牙站着打完属于他的最后一回合比赛。这是你教小周的，也是我教你的。江哥，稿子发了，热搜上去了。鹏城体育余党这几个字儿，体育局那边看到了。江哥，总局纪检委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把徐彪那几家子公司的底全抖出去了。江烈，用地性质转变批下来了，冯教练那个学生签了字，徐彪的子公司被注销，他上午被纪委带走了。谁赢了？远征青训，注册成功了。你不是废狗，这个跟了我25年。起来，江哥，快起来！爷爷、冯教练、王峥、小何，我没停下来，现在该他们了。还有3圈，不许掉队！教练，今天来这么早，睡不着，来看看，那帮孩子里面有几个好苗子。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叫阿成，12岁，每天5点半自己走路过来。像你，比我强。我12岁还在街上捡烟头抽。去吧，带他们。最后3圈，我跟你们一起跑，跑不过我，明天加罚2组空击。铁柱哥，又来看你了。你孙子不光拿了一条金腰带，还带出了一大群孩子，里面最大的拿了世界冠军，最小的还没上过正规擂台。爷爷，我现在开了一家拳馆，里面有100多个人，我们每天都在流汗流血，但没有一个人会下跪认输。按一下表，给你爷爷听听响。爸爸，冯爷爷是不是睡着了呀？睡着了。那他在梦里会梦到什么呢？可能是梦到了30年前，也可能是梦到了今天看到你们跑步。只要是好梦就行。嘘，教练睡熟了。今天他累了。教练，要是那天在台下，我没能打赢山田，输得很难看呢。那你今天依然会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你这脾气，是早晚的事儿。江烈啊，这辈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打的比赛吗？不打了，我的擂台打完了，以后该往下传的东西传下去。好，那我这颗心也不用再悬着等什么了。爸爸，你帮我想想，这幅画该叫什么名字好？这幅画的名字叫《不跪》。江烈，10年前你在雨里走出这个门，我没能叫住你，10年后你自己走回来了，也没有人会逼你出拳，每一拳是你自己的。30年前我答应你爷爷的事做完了，你做你该做的事儿，现在该我了，然后是他们。